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啊？你确定？你太神奇了吧？为什么这个沟通师他会知道？这集要来分享我为什么会成为沟通师。其实一开始我对动物沟通是抱持质疑的态度，我会觉得这就是一种话术啊，这种诈骗手法。而且我的个性不是会主动去算命啊、算塔罗、紫微斗数，或是去庙里面问事情这一种，顶多就是陪朋友去，然后朋友怂恿我去体验看看，顶多就是这样。但是通常去做这些结束后，我也不会纠结对方说的任何话，就是当做参考啊，但也不至于到铁齿或去鄙视这个行业，完全没有。对这个灵性世界还有这些灵性工具，都是保有尊重的态度。但是我就不迷信啊，毕竟我还是理性脑。直到姐姐去做动物沟通，主要是想要更理解自己家的狗，因为狗狗生病之后，它的状态和需求其实已经和健康的它要的不一样了。那时候在医疗上的建议和一些做法什么的，都已经有在同步执行了，只是就是多了一个管道去尝试看看啦。我当时也看了那个沟通的对话，我都觉得哇，也太神奇了吧！为什么这个沟通师他会知道这是狗吃棒棒腿？因为通常不是都给狗吃比较没有油脂那种食物嘛，譬如说鸡胸肉之类的。然后姐姐就满脑问号的跑来问我，她说她没有给狗吃，但是她自己也没有吃。我就说哦，我也有啊，我给它吃棒棒腿啊。然后他就说这只狗怎么知道棒棒腿？很明确是小只棒棒腿，不是那种鸡腿哦。我就说哦，我在弄给它吃的时候，它就一直在旁边吵啊，我就把它抱起来让它看，它确实有看到棒棒腿本人，就很妙吧。后来姐姐又有在约别的沟通师，当时沟通到的东西，其实我也很意外，因为他描述的东西啊、场景什么的，真的跟实际的都一模一样。我那时候真的有起鸡皮疙瘩，有吓到，就真的一模一样。然后我那时候当时就开始认真的觉得动物沟通这件事真的很有趣，然后我就自己开始搜寻相关的资料啊什么的来做一些研究啊，就很好奇啊，到底它是用什么样的原理呀？但是我到这样还是没有去报名动物沟通的课程哦，因为我真的很理性派，我自己是那种要先研究过，要先说服到我自己，然后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。我不会就是说好好奇哦，就直接冲去了。我不会，我会先做功课，先理解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形式，这样。然后我那时候在研究的时候，我就看了某一部在讲动物沟通的影片，其中有一个桥段，他是在玩直觉游戏，然后我就跟着玩啊。到最后在公布答案的时候，我居然有猜对，他就给2题，然后我2题都猜对，这又更激发起我的兴趣，我就开始一有机会我就试试看这个模式。那次是在等红绿灯，有一位妈妈带着一只柴犬在散步，我就远远就看到那只柴犬，在心里疯狂的称赞它，比如说很可爱呀，它的毛色很漂亮啊，状态很好，走路的样子很可爱之类的，就各种大夸特夸。他一定会路过我吗？他就突然停在我面前，然后看着我，想说真的假的？恰巧吧？我说不可能，他真的有听到吧？有这种事吗？其实我当时有点吓到，我还真的第一次遇到这样因为通常狗狗路过你，它顶多就东闻西闻一下就走，或是可能想要跟你玩，直接扑上去，不是这样吗？它就停下来看着我，我也看着它，我要看它主人，然后跟它主人就有点尴尬，因为它主人还拉绳子表示要走，然后它还不走，
好跟它主人尬聊，然后闲聊几句之后，刚好就绿灯了，我就说我要过马路了，就跟他们道别，才结束这个体验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其实这时候就是我当时还无法去接收动物的任何讯息，但是我确实有传达到给动物。第二次是在我去看我们家狗狗的时候，我就坐在沙发上，它正背对着我在喝水。我那时候刚好有机会可以试试看，我就在心里面叫它，我说：“你有听到我在跟你讲话的话，你转过来看我，现在立刻马上，这样我才会知道你有听到我的声音。”不过我先前情提要一下，我们家狗狗它生病之后啊，它的状态是走路很不稳，是会摇摇晃晃的，然后脚很无力这种程度。所以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立刻转头或是换个姿势就回头的这一种。那时候我跟狗狗讲完这段话之后，它就摇摇晃晃的走去旁边比较宽敞的地方，然后它就回转成正面看着我，就这样站着。可是它平常因为它脚无力嘛，所以它平常是会坐下或是趴下的，可是它就是站着，然后我就这样看着它，它也看着我，我就想说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啊？你确定你有听到我在讲话？我就又在心里又讲一次，我说那我不相信，那再玩一次，你走过来，然后给我摸摸，让我再验证一次看看。他就有点无奈的眼神，然后就走过来了。我就想说真的假的啦？你真的有听到？他说有点可怕欸。然后反正我当时就是自己在演这些默剧，没有让任何人知道，因为我自己也很怀疑自己啊，就不敢相信这一切。我就觉得可能刚好吧，还是他看到我的眼神什么的，我不知道。反正就是有达到这些就对了。但后来我就也没有机会继续尝试啊。后来我的状态其实变得很不好，然后又遇到卡到音、被鬼摸的那种事情。这个我可以之后再开一集来分享。总之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后续都没有尝试的机会。但我还是很想要和他保有那份连结，可以和他互动啊，我觉得这样很有趣欸。其实，在后面那段时间，我就一直在调整自己的状态，后来也越来越好啦。可是，一直到某一天，我们家狗狗它就真的离开这个世界。我其实做这个心理准备，我准备了3年，但是等到事情发生的当下，我还是无法接受。因为你听到他离开的消息，你真的会脑袋一片空白。然后当你有第一个反应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说：哈，去哪？他是回家吗？但是又听到电话那一头姐姐的声音又不对劲，我就想啊，应该是不是回家休养，他是真的离开了，这样就是心里是瞬间凉掉的，觉得空荡荡的，而且眼泪真的就像水龙头被转开一样，会一直不自觉地流下来。可是你没有想哭，但你的情绪就是一直这样涌上来。后来当天我就赶快赶过去嘛，我其实对那一段路程没有太多的记忆。是直到我回神过来是在回姐姐讯息，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口罩怎么都湿了，因为你就一直不自觉在流眼泪哎。我想说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失恋都没那么，失恋都没有哭成这样。然后反正抵达姐姐家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进门之前就已经有先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什么的。进屋后去厕所又整理了一次，然后出来我就坐在狗狗面前，我就摸摸它，然后看看它这样。然后这时候姐姐又说了一句：“爱你的人都来看你了。”哦，我当下直接爆哭，就被这句话给破防。因为我本来就很想盯住的，然后我就摸着它的身体。去感受这一切，加上我是有敏感体质的，是对能量比较敏感，所以我坐在狗狗旁边的时候，其实是一直在打嗝的。我记得我之前看了宠物殡葬的介绍，上面有说，民间习俗是在过世后的8小时这段时间内，灵魂是正在逐渐的脱离肉体。这同时也让我更确信。
并验证到了狗狗的灵魂真的还在，就是可以听见我们现场所有人说的话。后来姐姐去做了2次离世沟通，也从中理解到，其实狗狗离开的这个时间点啊，是它自己决定的，而它做的这个决定，其实是很贴心的。以多面向来看啊，确实是比较恰当的。就是现在比较冷静后，然后回过头来看，是会这样讲啊，但当然还是有很多的不舍。后来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，我也一直很思念他，连和任何身边的人都没办法提起这个话题。后来因为在一些因缘际会下，我就报名到了我想去上的一位沟通师的课程。之前不是没有开课，不然就是时间不行。这次开课的时机啊、时间、地点都非常完美。加上我的状态也都调整好，一切都很刚好。后来我就索性的、很干脆的、不犹豫的就报名了。于是我就正式踏入了动物沟通的世界。不过去上课之前，其实我一直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办不到，没有办法跟我们家狗狗啊，或是其他的动物做沟通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我和我们家的狗狗其实真的有沟通到，就连当时的同学、老师也都有。去上这一堂课，真的让我收获很多，是很特别的体验。我真的很感谢我自己有去上。其实去上这个动物沟通课，我更觉得是更认识自己，并不是那么表面的，就是动物沟通。因为这个沟通啊，它其实可以运用在太多的地方，不是局限在动物，当然植物也可以，可是就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范围那么小。之后我会再另外录一集上课的经验分享，大家还想听什么主题，或是有什么建议，欢迎底下留言，也可以分享你的故事哦。拜拜。